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千珏九猴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他的刷野抓人思路技巧。像之前有人问千珏的那个印记刷新机制是怎样子的哈？像你0层的时候，你那个印记是会刷新在那个河道蟹的。然后1到3层的时候是会河道蟹，然后蛤蟆，还有那个 F4，就是普通野怪那里。4到7层的时候就会刷新在红蓝 buff 三狼石头。8层以上的时候呢，就是会刷新在那个10级野怪，就大龙、小龙，还有那个远古龙那里。其次就是靠印记来给印记给到那个敌方英雄身上，这就是你主动的那个。但给印记的话，并不是说你要快杀死他的时候给就有用，而是说，这里的话上路拼血没拼过啊，送了1血。然后就是他的印记给出去以后呢，需要等6秒，那个有个时间，6秒以后再击杀。就是他的印记完成以后再击杀，这个时间段就是6秒。像这里的话，3级过来控那个河道，但这里的话，对面阿卡丽直接过来了。这个阿卡丽的话，大概率是个绝活哥啊，也是要么是高手，要么也是那种国服阿卡丽。这样子的话没办法了，上路河道蟹就必须得送掉，然后刚好被他刷掉以后，这边下路有河道蟹可以尝试找机会拿。这里家里2的话，前期是能挺得住这个2个法师的伤害的，队友补上伤害就可以了。但阿卡丽爆发伤害有点高，没办法。这里的话，河道蟹还在，富贵险中求，失血过来吃，惩戒拿到 ，Q 技能可以跑。像这种时候，对吧？对方要么就30秒会刷新一次那个千珏的印记出现在了蛤蟆那边。对方也是应该是没有刷蛤蟆的，蓝开。不是，是蛤蟆已经刷了，刚好复活了。反正就蛤蟆是石头那边，石头的话其实也还在。这种情况就只有随机性很大蛤蟆也是刷不到了，已经有2层了，尝试来反对方的蓝，这个经济对面很气。这里去刷 F4 的话，阿卡丽在，那这个印记也是吃不到了。只能回到自家野区刷野了。就除非你有那个优势，能把对方是吧？这前期这3个野都刷掉，那大概率印记就会刷在你这边。你看对面阿卡丽到处都有他，这个蓝的话应该是会被反掉了。队友打架，但这里的话大招没打算给队友，杰斯进场，可以吃个猴子的人头。印记到手，3层印记了。像第4层到第7层的时候，就会在蓝红 buff 三狼石头这几个，所以三狼和石头
红蓝 buff 估计是不可能刷新的，因为这种情况就是红蓝 buff 两边都会控，所以你更多的是在乎是在三狼还有石头那边。就有时候你要深入到那个三狼的位置的话，还是挺危险的。所以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你去对对方那个野区的，你看对方上路出了，然后三狼那边的话，双人路不在，估计是在那里把三狼给吃掉了啊，果然是。啊，这波打得很冒险哦！阿卡丽来支援了，完了被反杀。队友的话换掉人头也行，不亏。这里的话能跑一个是一个，哎，加里奥的话应该是跑不掉了。这边莉莉娅啊不，没追死。像莉莉娅这么拖时间的话，双人路是没有优势的。那这条小龙其实是可以拿的。下来先秒掉一个。龙是拿到了，只能说去尝试拿双资源了。印记的话是刷在了对面蓝 buff 身上，只有打完可以尝试打这波团，如果这波团能打赢的话，其实可以去反对面的那个蓝区。对面这波冲得很深，拉扯一下。这里的话给队友来个大招救一下队友。哎，那这样的话可以去吃一层印记，往那个追死以后拉出去，然后往蓝区走。那这样的话可以多吃一个蓝 buff。然后这波刷完野的话，下一个印记大概率是会刷在对面的石头上面。这里看到对面的石头是果然是在那边。但对面打野也是从那边已经刷掉了，被猴子吃掉了。哦，不是，打野在那边，打野看到刷新了就立刻去吃了。那下一个印记，大概也会刷新在三狼哦，三狼复活的比较快。对面莉莉娅传出来，把三狼一刷，那好了，印记的话就等复活了。等复活的话，估计会出现在红 buff、红蓝 buff 吧，应该不会出现在石头了。石头刷新还是要有点时间的。中路拼起来了，但没有像猴子这样的前排控制前排。杰斯的话进去可能会被疾风反秒掉的。你看没有，这里面杰斯被找到机会的话，很容易被反秒。这里面可以看到对面射手玩的并不是很好，像
像印记的话哈，就是可以给一些没有位移的英雄。你看他这边一直给对方的打野，他那个高移速、高移动是很被动的。像三郎的话，其实不太好去吃，除非兵线能压过去。像这局这个 AD 的话是个突破口。印记的话，尽量不要给到那种有很多位移或者说保命技能的那种射手上面，不然很难追不死，反倒是拖自己的节奏啊。这里可以看到，他带的是3项，3项的话，千珏现在也是不同了，要开始做那种战士装。这波惩戒还没好的，像这局你可以看到，就是其实很难去控这个野了。哎，这里的话找到对面辅助秒掉，被动的话还是第6层。但对面已经掉点了，直接可以 rot 龙的，入他们野区，但印记也是又是被打掉了，那直接可以 rot 龙了。如果能叠到一层被动倒还行，但叠不到被动，那就直接拿这条龙。对面莉莉娅肯定会下来抢，这里留个空间给自己拼城的机会。这个印记的话，想吃这个印记，但8层以后，哎，这里的话吃到了第8层，8层以后的印记就不会说刷在这些小野怪上面了，甚至蓝红 buff 都没有，只会刷新在大龙或者远古龙的位置。这里有，哎呦，这个位置的话必须得交闪现拉出来了，如果还待在里面的话，其实大招没了就也活不了。这里攒了一堆钱不回家，果然很贪，玩千珏感觉都挺贪的。不过确实也没有太多资源，这条大龙的话利用率并不高啊。这里银血剑做出来以后，可以就是为什么做3项呢？做3项就是增加自己的攻速还有移速。他现在千珏，你总归来说你不能说当 ADC 去用，你只能说是个射手，然后可以补伤害或者说收割。那你说你把你拿来当 ADC 去用的话，你就没必要了。3项其实还是蛮适合千珏的。果然这里半天不敢往那个野区进，是因为对方早有防备。哎，这个射手差点闪现没了，下一波其实可以找机会杀他了。这样的话可以，这种落单的就可以直接找这个猴子，把这个猴子杀了的话，其实下一条小龙可以控下来，但得拖一会儿，不能太早杀。这里给印记给到猴子，
诶，可惜没拿到人头。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必须得把视野站好。左边就是绝活哥这边肯定是要拿龙魂的，但对方可能会拼大龙拖时间。虽然说他们拿大龙没有太大的作用，但拿了就不会说很快就被一波，就得拖时间。那边打野残了，这里的话让4个队友去大龙守龙就可以了，然后这边的话自己在这边把小龙给秒了。对面肯定是知道你在这边，但秒龙打龙速度确实有点快啊。对面是选择用人头去换这条大龙，4个人头吧，这个猴子是跑不掉了的。回去把火炮给做出来。火炮做出来，那这样的话追击别人是吧？又有移速加成，又有那个距离加成，就是追对面是很容易追的。像这种又有被动以后那个暴接，这里的话差点被对面烫死，必须得交大招保一下队友，因为队友掉点的话，对面就肯定会抱团推中，因为还有大龙 buff 在。这里直接再跳过来。加火炮，在工具机里直接 A 死。看这个远古龙吧，远古龙的话，其实可以绝送团。直接拿到这条龙，然后队友打团都打赢了，对面也没有反抗之力了。行，
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拜拜。